我的前一个视频是为大家介绍了徕卡相机 M2， 有看那个视频的都知道我是搭配徕卡 Summicron 35mm f2 ASBH 的镜头，而我在那个视频也只详细介绍 M2 这台相机，就没什么提到这支 Summicron 的镜头。这么多年来使用徕卡底片相机，我多数是搭配这支 Summicron 35mm 在做拍摄，有时候我也会搭配这支 Summicron 镜头在索尼的 A7 系列相机上。我觉得今天应该要与大家聊这支 Summicron 35mm 的镜头，搭配在徕卡底片相机，当然是最好的组合。如果搭配现代的数码相机，比如像索尼的 A7 系列的相机，拍出来的照片表现会是如何呢？徕卡这个名字已经超过100年的历史，都是以旁轴相机以及手动对焦镜头而闻名，累积了无数的粉丝，包括参与战争的记者、摄影师都喜欢使用徕卡相机。据说徕卡生产 35mm 这个焦段，就是为了让摄影师们做纪实摄影时比较方便的使用。比起 50mm 35mm 的视角就比较宽阔，比较适合纪实摄影的用途。徕卡是从1958年开始生产 Summicron 35mm f2 的镜头，一直到今天2020年已经是62年的历史。当然，这支 35mm f2 也做了几次的改款及设计，不过样子都长得差不多是这样的形状。在后期的第5代改款，徕卡从1996年开始就加入了 ASBH 的镜片在这支 Summicron 35mm f2 的镜头里面，一直到现在，镜头里面的镜片就没有再修改过，只是在外形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变。我这支 Summicron 35mm f2 是属于第5代的 ASBH 镜头，是在2000年至2004年之间生产的，在今天2020年也有16到20年的历史了。我这支 35mm 是使用黄铜制造的镜头，比起其他黑色氧化铝的 Summicron 35mm 会比较重，重量就要340克左右。镜头是使用 39mm 的粒径，最近对焦为 0.7 米，完全是一支手动对焦的镜头，没有电子的零件在镜头里面。这支镜头看起来很坚固耐用，万一镜头出了什么问题，德国徕卡总公司还是可以做维修的。如果你是徕卡旁轴相机的使用者，底片或数码相机，或许你只需要这支 Summicron 35mm 就足够了。很多徕卡粉丝都认为这支 Summicron 35mm 已经接近完美，没有其他的镜头可以对比，没有变形问题，也没有指边问题。光圈 f2 全开，照片中间及边角几乎都很锐。玩徕卡相机的摄影师多数都会挑选这支 Summicron 35mm 的镜头为他们的第一支徕卡镜头，也或许是唯一的镜头。我一直都把这支 Summicron 35mm 镜头用在徕卡 M2 及 M6 机身上。今天呈现的照片都是 M2、M6 以这支 Summicron 35mm 所拍摄。我之前的视频一直在强调说 35mm 这个焦段最适合做街拍，也适合旅游的照片。这几年我在做街拍，如果使用徕卡旁轴相机，一定是搭配这支镜头。可能是我的心理作用，总是觉得使用徕卡相机一定要配 Summicron 35mm。其实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35mm 的焦段是比较容易拍摄连人带景的画面，镜头的视角比较容易呈现人物与景色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街拍还有纪实摄影，摄影师多数是使用 35mm 这个焦段，不会太长，也不会太宽阔，中规中矩，刚刚好。如果这支 Summicron 35mm 镜头要用在现代的无反数码相机上，可以吗？当然可以，只要透过一些镜头接口的转接环就可以使用了。比如说要在索尼 A7R3 机身上使用，就必须使用这个徕卡与索尼 F1 接口的转接环。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种转接环，可以让这支 Summicron 35mm 搭配其他品牌的无反相机，只要买到适合你的无反相机品牌的转接环，
就可以使用了。首先，必须把这支 Summicron 35mm 镜头接在这个转接环上，然后再把它连接在机身上。虽然索尼 A7R III 是一台可以自动对焦的相机，不过这样的搭配只能做手动对焦，因为 Summicron 35mm 这支镜头内部没有电子零件，也没有马达可以推动镜头，除非使用另一种转接环，有内建马达的那种，那么就可以做自动对焦。使用索尼的相机，可以使用机身内的风致对焦功能，与这支 Summicron 35mm 镜头做手动对焦。其原理是将画面对比度最高的区域用最亮的方式显示出来，越是接近合焦，画面上出现的红色颗粒就越是明显。这些红色的颗粒就是所谓的风致，意思是说已经对上焦了。自从无反相机的面世，徕卡手动对焦镜头就有很多摄影器材玩家把徕卡镜头搭配在无反相机上使用，这又是另一种的乐趣。摄影玩家们不一定要拥有徕卡相机才可以玩徕卡手动对焦，只要拥有无反相机配上转接环，就可以在各品牌的无反相机上使用徕卡手动对焦。我有些时候也会把 Summicron 35mm 这支镜头连接在索尼千变幅的相机上使用。虽然是手动对焦，不过只要熟悉索尼内建的风致对焦系统，也可以很容易的对上焦的。不过有一点必须要注意的，不是全部的徕卡镜头都适合用在无反相机上。虽然透过转接环可以接在各品牌的无反相机，不过画质还是有瑕疵的，尤其是 35mm 或更广的焦段，产生的问题就越多。这支 Summicron 35mm 搭配索尼 A7R III， 在变形方面镜头是控制得很好，都没有变形的问题。不过在 f 度光圈全开会有边缘视光的问题，照片中间部分是很锐，边角就很软，不像徕卡一直强调的 Summicron 35mm 在 f 度就可以达到很锐的边角，再收缩光圈到 f2.8， 边角锐度还是很软， f4 及 f5.6 都不理想，至少要收缩光圈到 f8， 边角锐度才算是可以接受的范围。如果你是喜欢放大照片来检视镜头的锐度，那么你就会很失望。所以徕卡手动镜头透过转接环使用在其他的无反相机就有这样的问题，用在自家的徕卡机身上，这种问题是不存在的。镜头焦段越广，问题越多，画质下降，特别把照片放大来检视，边缘视光、边角锐度就越严重。不过看看这些照片都是用 Summicron 35mm 搭配索尼机身拍摄的，你们觉得会很差吗？我觉得只要不放大来检视画质，照片拍摄出来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呈现出来的照片就有所谓的徕卡味道。这一点你们都认同吗？请大家在以下留言发表你的意见，也请 subscribe 我这个频道。今天在市面上一支全新的徕卡 Summicron 35mm f 度 ASPH 镜头要卖至少马币13000块，或者更高，看是哪一个版本，价格都不一样，价格也一直向上调整。如果真的要买这支镜头，建议在二手市场那里寻找，比较能够保值。我不是鼓励大家一定要买徕卡镜头，假如有多余的预算，你又有徕卡的机身，那么至少也得买一支 Summicron 35mm f 度来使用，是不会错的。没有徕卡镜头搭配徕卡机身，就好像买德国车配小轮胎这样。开玩笑啦，我会这么说，因为我看过很多身边使用徕卡相机的朋友，如果配的镜头是其他厂牌的，总是会一直心不安，觉得照片会拍不好。所以我的建议，至少先买一支徕卡镜头，那么其他的镜头就买其他厂牌的，比如 Zeiss 或福伦达的手动对焦镜头就好了。说真的，如果没有多余的预算，就不要玩徕卡相机及镜头，这是一个很深的洞。还有一点，如果你不是使用徕卡相机的，也不要特地去买徕卡镜头来使用，没有这个必要。索尼配索尼，或者是佳能配佳能，会比较实际一点。如果刚好你有徕卡的机身及镜头，又有其他厂牌的无反相机，那么就不要浪费了这个机会，买个转接环来搭配徕卡镜头，玩玩一下也无妨。今天我不是来放毒的，
只是分享我的小小心得，让你们参考一下。这句话我还是要说的，你们都知道的。你已经中毒，让我帮你解解毒。我们下次再见。嘿嘿，我是摄魔啦，摄影的摄，请按 Like 及 Subscribe。